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上期视频我们讲了触摸按键的震荡电路，今天我们接着把它讲完。经 LM393 10角、11角、12角和这个三极管配合震荡出来的270多千赫的信号呢，加到了每个按键的这个螺旋位置。我们看这端呢有一个导线，就是这一个导线是连接每个中间这个孔的，中间这个孔就是我们这个螺旋的按键这个位置。同时我们看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孔，这个每个按键旁边都有一个孔，然后这端接了一个二极管。我们在板的这面就能够看出来，这个孔呢它上面有一个半圆形的，然后通过一个像梯形，那么它呢有点像天线，是接收我们这个信号的。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，通过这个二极管整流，这端有一个分压的电阻，然后这端是通过这个电容滤波，同样这儿还有一个分压的电阻，整流滤波以后得到一个电压，然后呢加到我们这个 LM324 的正向输入端。我们刚才看了它的结构，它的结构呢就是我们这个信号发送到这个接收端，然后通过这个二极管整流。当我们手去触碰这个按键的时候，这个高频信号呢通过手就短路到 D， 然后这个位置到这边的这个交流信号呢就会降低。当我们手拿开以后呢，它的信号恢复正常，这样呢就会经二极管整流以后，这个位置的电压幅度就会变化，加到 LM324 的正向输入端。LM324 的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，这样它是处在一个放大状态。通过输出端再加到 LM393 的输入端，一共是3个电阻2个电容。一个是通过 10K 电阻， 10K 电阻上边呢有一个 580K 的电阻从电源过来，然后接到 10K 电阻上，然后接到我们的 LM393 的正向输入端。另外一侧呢是一个 580K 的电阻，然后下边接了一个滤波电容，接到393的反向输入端。LM393 呢，它的输出端呢一共是7个按键，所以它有7个输出，每个输出呢接在串联的7个电阻中间。最后一个电阻呢是接到最后一个按键的输出引脚上。这样当我们按按键的时候，由于 LM324 放大了信号， LM393 比较这个信号，当有手按下的时候，这个比较的信号就输出低电位，也就是说把这个电阻拉低。由于这是串联的电阻，所以按按键的时候LM393 输出端输出低电位，也就是说拉到 D， 这样呢它的电流不同，因为它是串联的电阻，线流不同，所以电流不同。这样呢 MCU 检测到这个信号之后，就知道按下哪个按键，同时呢启动相应的功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。昨天我们讲了这部分震荡电路，震荡的信号加到这个环形的这个位置，这端是接收的，接收的信号通过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，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电压。当我们手指摁下的时候，这个位置的电压会降低，加到了 LM324 的正向输入端。由于它的反向输入端是通过电阻和电容接到输出端的，所以它是放大状态。那么在这个位置就输出一定的电压值。当我们手按下的时候，这个二极管这个位置的电压会降低，那么很显然这个位置的电压会迅速的下降，它是一个瞬间下降以后就加到这个位置。正常的时候这个位置的电压呢与我们324输出的电压基本上是相同的。由于这端线流电阻这端没有接地，是接到电容，这个电容要充电，那么上边这个位置的电压呢也是给这个电容充电。两端的电压呢是这端要比这端偏高 0.17 伏，所以正向输入端高于反向输入端，后级输出高电位。由于 LM393 是比较器，所以后级的电压不受影响。这端接的是 MCU，
当我们手指按下的时候，这端电压降低，同时这端电压降低。由于这个位置电压降低，这个位置是 580K 的电阻，所以这个电容上的电压也会下降，但是下降的少。这个位置是 10K 的电阻，这个电容上的电压迅速降低。那么它的反向输入端高于正向输入端，后级输出低电位，也就是通过输出端接地。那么 MCU 上的电压通过限流电阻通过 LM393 拉到 D。 由于这端是串联了很多电阻，也是不同的 LM393 输出端接在串联的电阻上，所以不同的按键按下的时候，不同的 LM393 输出端对地导通，输出的电流就不同，所以 MCU 检测到这个电流就控制相应的功能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